好，来画一条横幅的啊。仿古纸啊，用这个深仿古纸啊。好，这个横幅的看一下怎么构图好啊。就是咱们构图的时候，就是有高有低，有高低起伏就可以，不要太齐了。大家注意一下这些问题。好，这里先来一朵，第一朵，然后后面接下来来一朵哈，接下来来一朵，然后这一块的叶子可以先把它画上叶子，哎，两个在一起的，然后再来一朵哈，再来一朵，伸出来，再高一点哈，3朵不要对齐哈，3朵不要齐，这一朵就伸出去一些，然后这里再长一些叶子出来，叶子。像这些后面啊，如果说空间多的话，还可以加一些花苞，这些就看情况来加哈，看情况来加。那这里有3朵花，那这里我们可以来一点点这个石头啊，来一点点石头，然后看一下上面的空间哈，如果空间够的话，我们这个后面这里再画一些东西，画一些什么其他的花，玉兰花呀，什么花之类的都可以啊。玉兰花呀，是竹子呀。能加有空间加的话，我们就再加一些这个竹子呀、玉兰花什么的，好不好？啊，大概这样子啊，大概这样子。就这一幅里面的东西就比较多一点点哈。那我们画出来也不知道它是怎样的一个效果，我们一起来创作好不好？138哈，138乘以50。我说裁一个50的纸哈，138乘以50。好，还是一样可以找到中线的位置。那我们画这种粉色和红色搭配啊。那咱们找一朵花来写生好不好？找一下花来写生。我们第一朵花先画这一朵。好，3、2、1。好，来，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好不好？大家看到这朵花，看到有什么颜色？好看吗？这朵花？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有什么颜色。那底色还是一样哈，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好，然后第二个，咱们用一点点这个朱砂哈，朱砂，哎，可以加一点点玫瑰红、牡丹红、玫瑰红，或者是直接胭脂。玫瑰红我看一下要不要直接胭脂哈，要不要加曙红？玫瑰红胭脂吧，直接胭脂。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朵花哈，下一朵花差不多的颜色。那我们再加一点珠标哈，珠标可能在这朵花可能用的少，或者是不用。下一朵花我们可以用到一些珠标，赭石，珠标赭石，然后辅助颜色可以用一点焦茶，还是用一点焦茶。深色地方可以用一点点墨啊。这个墨备用哈，不一定能用得上，你看整朵花的色调啊，4尺的差不多是，我看一下，50，
69，那还没有到比2/3还要多一点啊，比2/3还要多一点。50嘛，50啊，裁成一个50，量一下裁成50。那辅助颜色可以用一点点钛青蓝啊，辅助颜色也可以用一些钛青蓝啊，辅助颜色用一些钛青蓝。那么后面一朵红色的，大家看到了一朵红色的没有？啊，第一种配色还有第二种配色，看到那一朵红色的了吗？这一朵红色用什么颜色？亲爱的家人们也一起分解一下啊。第一个底色啊，底色还是同上，底色还是一样的。那后面我们这一朵用什么颜色？大家看一下啊。玫瑰红也用一点点哈。大红加藤黄，曙红胭脂。好，那我们就这些颜色了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一幅作品就用这些颜色。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调色哈，开始我们今天的调色。今天2种配色。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啊，底色还是这个太白、三绿还有胭脂。珠标你们可以用，我现在没有上就不用吧，已经写了就不用了。好，先调底色。玫瑰红，珠标也可以加上吧，那就加上吧，大家都建议加珠标。好，加一个珠标进来啊，加一个珠标进来。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调色了啊。好，太白、三绿。那这个浅色的比较白，我们三绿加多一点点哈，三绿加多一点点。好，咱们先调底色，底色这个太白、三绿，还有胭脂。
再来看一下这个底色啊，感觉还是不够，因为咱们今天这朵花特别浅，咱们再把这个底色再加浓一点点哈，再加浓一点，再加点3绿进来。多加点3绿啊，多加点3绿和胭脂啊，把这个底色调得更深一点哈，颜色更深一点。好，调深一点，让它明显看得到色差啊。好，颜色调好了，这个是底色调好了，那我们把今天第一朵花的颜色给挤出来。来，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啊，这么多，挺多的呢，挺多的，太多了吧？去一个好不好？我觉得颜色太多了，去一个好吧？把这个珠标上面这个珠标不要了，算了，不要了，太多了。来，朱砂。玫瑰红、胭脂、好，看一下这些颜色啊，朱砂、玫瑰红、胭脂，朱砂、玫瑰红、胭脂，然后赭石、焦茶、太清蓝。好，好，咱们还是折一下中线，找到中线的位置啊，找到中线位置，把这个纸这一边折起来，一边边的画，一边边的画。我们先画第一朵花，在这个靠左边，你这边还要留一朵花的位置。所以不要画的太靠边了啊！你看一下这个边上，你还要留一朵花的位置。那我们稍微在这边来一点哈，在这里来一点。好，咱们第一朵花画在这个位置，待会儿第二朵花在它的上面啊，在它的上面。好，我们开始先定一下位置啊，你大概圈一下，圈一个位置出来。圈一个位置出来，不要画太上了啊，不要画太上，下面留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留太多。好，我们笔肚里面蘸底色啊，底色我们再来调一下，再来蘸一下。来沾一点点这个朱砂哈，薄薄的沾一层朱砂，薄薄的沾一层朱砂。好，先蘸一点朱砂，然后蘸一点点玫瑰红，
蘸一点点玫瑰红，刚开始就蘸玫瑰红哈。好，咱们先画这一朵花的花瓣也是比较碎啊。好，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玫瑰红。给花瓣还是要更加随意一点哈，随意一点的这个花瓣，加一点玫瑰红，有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胭脂哈，有的时候可以加一丁点胭脂。好，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碎花瓣。那我们再来补充一点这个朱砂哈，补充朱砂，补充玫瑰红。稍微加一丁点胭脂哈，加一丁点胭脂。我们先来画的这些稍微颜色稍微浅一点点啊。来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再来补充一点点玫瑰红，补充一点玫瑰红。点玫瑰红，蘸点胭脂。好，再来蘸一点这个玫瑰红。好，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啊。来，我们画了一些缝隙啊，画了一些缝隙，留了一些缝隙，留一些缝隙。这里这些缝隙，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补上稍微深一点的颜色进来。那我们接下来去把这个缝隙里面补上一些更深的颜色。这个仿古纸有点薄，是的，很薄，有点薄，确实薄。来，这个时候我们把笔尖可以去洗一下，因为你想要调很深的颜色，很深的颜色，笔尖你在洗笔水里面去摆一下，这样摆一下，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还是一样哈，调这个朱砂，然后调玫瑰红，调多一点哈，这个时候颜色要调多，调饱满啊，一定要调很多哈，调很多，调很饱满，然后调胭脂哈。然后像中心的这一些地方，
好，这些中心的这些地方，这些缝隙里面啊，我们刚刚画的时候留了一些缝隙，把这个缝隙里面补上最深的颜色。最深的这个颜色都是这个胭脂和这个玫瑰红，那胭脂更多一些哈，胭脂很多。然后再加一点玫瑰红，再加点胭脂。好，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补充一点胭脂。好，基本上这个深色中间这一块就这么多，然后我们现在把笔去洗一下，把笔去洗一下，洗一下啊，洗干净了，然后我们重新再来把这个底色调一下。出现的这个线不会一直在的，这个线会干的，这是水哈，出现这个线是一个水印。水印等会儿干了之后是看不见的了。来调底色，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来，我们还是一样哈，调一点点朱砂，薄薄的调一层朱砂，然后调一点点玫瑰红哈，调一点点，颜色要少哈，这个时候颜色要少。来，这种碎的花瓣啊，碎的花瓣，但是你都还要一笔笔的去把它画出来，要画出它的笔触，笔尖上可以来点胭脂，或者是来点玫瑰红都可以哈。来，可以来一点点胭脂。这种碎的花瓣，其实你画的时候可以很快把它画完，但是我们不要着急。好，蘸胭脂哈，薄薄的蘸一点点胭脂去画，这样点出它的这个笔触啊，点出笔触。每一笔点出来，它都会有一点点这个痕迹啊，有一点痕迹。好，我们再来蘸一点点朱砂，蘸一点点朱砂，蘸一点点胭脂哈，玫瑰红或者是胭脂，笔尖一点点颜色都可以，主要是用笔肚上的这个底色去画啊。这个时候基本上是用笔肚的底色在画这一朵花。好，这些花瓣有一些让它碎一点哈，碎一点，长一点。好，笔尖补充一点点这个胭脂。好，现在笔上有点干了，有点干，咱们来补充一点底色。
还是一样，先调一层这个朱砂，然后调一点点玫瑰红啊，一点点哈，不要太多了。加一丁点胭脂进来。好，再加一点朱砂、玫瑰红，一丁点胭脂哈，一丁点胭脂。哎，这一笔有一点点深。好，这种碎的花瓣啊，点出这些碎的花瓣。好，颜色的这个变化，深浅变化。好，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底色，如果说有沉淀的，你再把它搅一下，因为这个底色是有的时候会沉淀，所以说就是画一半的时候，你去把笔洗一下，把底色去搅一下。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蘸一点点这个朱砂，蘸一点朱砂，然后我们加一点赭石进来了。接下来我们这些花瓣加一点赭石，好不好？加一点赭石，加点赭石进来，然后再去调这个玫瑰红，调胭脂哈，玫瑰红和胭脂还是一样的调，就是加了一味赭石进来，让它的颜色这个度更深一个度哈。再来一点区别哈，让这个颜色又有一点区别了。好，这个有一些花瓣还是要碎一点点，不要都是大的花瓣，大小的这种碎花瓣自己随意的去组合。好，再来加一点胭脂。好，这里想要更深一点点，咱们复一下颜色啊，复一下颜色，偶尔复一笔颜色没有问题的。好，笔尖上的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大家看一下这一笔，这一笔笔尖上的颜色就有一点点不均匀，咱们复一下笔啊，把这个花瓣也可以把它加大一点。好，再加一点这个焦茶，这个时候我们颜色又要再深一点点啊，又要深一点的时候加一点焦茶进来，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和胭脂。好，接下来我们加了一点焦茶进来了哈，亲爱的家人们，颜色又有一些区别了啊，再来一点焦茶。玫瑰红，然后胭脂。好，直接先来一个大花瓣啊，先把外围的花瓣先把它画上，我们里面再去填空都可以啊。好，那我们再来填哈，再来填空。就是你想要这个花多大，你可以先把这些朝外的这个大花瓣可以先画上，然后我们在里面再去填它。
好，然后我们来填一下空啊。但是像这朵花，如果说我们用白纸、用白色纸画，它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好啊。就是这种浅色的，越是浅色，越是在白纸上画更好看，你们知道吗？好，我们继续来补充一点补充一点赭石，补充一点焦茶，然后来一点玫瑰红，来一点胭脂。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越是这个浅色的，越是浅色颜色，越是用白色纸画特别美，特别通透。好，咱们先画了几个花瓣啊，画了几个花瓣，然后我们再去填空。填空的时候，颜色可以稍微的深一点点啊，深一点点。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胭脂，来再调一点点胭脂哈，调一点点胭脂，让这个笔尖上的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点。好，咱们现在笔上有点干啊，有点干，咱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待会儿再补哈。我们有一些花瓣感觉还不够深，就趁这个干一点的笔去来调整，再调一点焦茶，调一点胭脂，调一点焦茶，调一点胭脂。好，让它这个花瓣重叠一点出来啊。对，这里还有一点点小缝隙没有补上。好，现在我们可以去补充一点底色了啊。补充一点底色，然后我们再来调整花型哈，调整花型。直接调一点点这个赭石，调一点点胭脂哈，调一点点胭脂，颜色不要太深了。好，再来加一些层次。加层次的时候要看着啊，看着哪里需要加。好，再加一点底色啊，再加点底色。加点底色之后，我们的边缘上蘸一点这个焦茶，蘸一点焦茶，蘸一点胭脂，把这后面这几个花瓣稍微再来长一点点啊。蘸一点焦茶，蘸一点点胭脂。然后现在把笔洗一下哈，亲爱的家人们，把笔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调底色，调底色。
调底色，我们来一点点三绿在盘子里面啊，来一点三绿在盘子里面。本来这个直接用这个底色里面，但是在底色里面不是很好调，我就拿在这个画花的盘子里面，来一点点胭脂和三绿。用一点胭脂和三绿调一个脏一点的，更脏，比我们的底色更深一点的颜色，比底色更深一点的颜色，这样我们去调整它的花型。来，我们一起去调整一下它的花型，看一下这个花型哪里还需要去调整，反比去调整。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看不准的话，最好是去站起来哈，因为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就是没看准，就是你要站起来，这个时候站起来你就看得到这个整个花的一个前局，这样子去调整它会站起来看一下整朵花。那这边就比较碎一点点，我们就用这种碎的笔去画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出来。有一些地方哈，有些地方我们中间有些地方也回一下笔，用这个深的回一下笔哈，就是感觉有一点脏的这种颜色去回一下笔。这样子增加它的一个质感，好不好？增加它一个质感，然后是不是就完了呢？你如果说想要它更加有质感一点，也可以再加一点哈，再加一点别的颜色，再加一点太白，就是橙的太白。就是你看，就是有一些刚开始画的朋友可能不够敢啊，不够敢这么去做。好，这个调一个脏脏的颜色啊。还可以用橙的太白，把有一些亮的地方让它更亮一些，提一些更亮一些的地方。要不我们来试一下啊，再来一点这个橙的太白，在这个盘子的边缘放一点橙的太白，用笔尖去调这个太白，也是一样，尽量把它调均匀一点啊，尽量调均匀。好，不是说每一片花瓣都去提哈，你自己去中间找一些花瓣来提，也不要提得太平均了。就可能你就在这一块，你觉得哪一块是这朵花最亮的地方，你把这一朵花最亮的地方提多一点点出来。然后其他地方可能提个1、2个花瓣。
反复的去调整啊，反复的去调整。好，差不多啊，这朵花就可以了，差不多。好，我们的第一朵花就完成了啊，但是它现在是湿的，湿的还要等它干，干了之后才能看到效果。但这朵花我认为啊，我认为如果说在白色纸上会更好看一些，白色纸上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得更白一些。那我们现在画后面那一朵深色的啊，画后面的一朵深色的，亲爱的家人们，后面那一朵的颜色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玫瑰红。玫瑰红，然后珠标哈，珠标，然后大红加藤黄，还有胭脂哈。藤黄少了一点，再加一点点啊。来把这个藤黄和这个大红把它调和啊，藤黄和大红调和。好，我们这个时候这朵红色的可以不用调底色，笔肚里面也可以有一点点底色啊。你把笔直接去洗干净，笔根里面不用洗的那么干净的时候就可以。先调一层这个玫瑰红，画下一朵红色的，来先调一层这个玫瑰红在笔肚里面，然后调这个珠标啊，调珠标，这颜色搭配有一点奇怪哈，然后调大红，调曙红。笔尖上可以来一丁点胭脂，但是胭脂不要太多了。好，咱们画下一朵，在这个上面半朵哈，只露出一半，露出一半哈，不要太上了，在它的这个左边这里就好了。好，笔肚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加一点大红，加一点曙红。好，加一点大红，加一点曙红，然后加一丁点这个胭脂哈，加一丁点胭脂。好，来再补充一点朱砂、珠标哈，补充一点珠标大红，珠标大红、曙红，一丁点胭脂，胭脂不要太多了。要注意这一朵花哈，这一朵花它是在后面。好，这里可以来一些这种碎一点的花瓣啊，让它感觉这个花瓣的层次特别丰富。好，再来补充一点珠标，补充一点大红，
补充一点点曙红，补充一丁点胭脂哈。红色没有底色，基本上没有底色，你可以加一点底色也行的啊，加点底色也行，加一丁点底色就可以了。我现在是把笔洗了，没有洗了笔的，洗了笔可能还会笔肚里面刚刚画这一朵花，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残留的笔根的地方哈，笔根的地方可能残留了有一点点底色，没有洗的那么干净。如果说你也想笔根留一点底色，但是你已经洗干净了，你可以去蘸底色，重新去蘸一下底色，然后再把它再洗一下，重新蘸底色，然后把笔尖去洗一下啊，笔根的地方还是留一点点，这样子它会这个画起来会更加滋润一点，不会干枯啊，不会干枯。好，这个时候这里是花心的地方哈，亲爱的家人们，花心的地方继续补充这个珠标大红、曙红。这个时候我们画反瓣的时候，胭脂只需要用一丁点哈，不要太多了。但是这个花瓣可以画多一点哈，画碎一点点。笔尖再来补充一点胭脂。这个所有的反瓣怎么去画，咱们在这个基础课程里面有去讲，大家按基础去。亲爱的新朋友啊，刚开始买课程的新朋友，就是多去看基础，去练习每一片花瓣怎么画，好不好？好，再来补充珠标哈，补充珠标，补充大红。这个时候为什么我没有补充玫瑰红呢？可以在到时候画边缘的花瓣，我们再来补充玫瑰红。好，补充一点点这个曙红。好，笔尖来一丁点胭脂哈，来一丁点胭脂。来一丁点哈，一丁点胭脂，不要太多。再来补充这个珠标大红、曙红、胭脂。好，接下来我们这个反瓣先画这么多哈，差不多。我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再去补充一些，这里补充一个吧，这里再来一个，啊，这里来一个层次，让它更丰富一些些啊。再来一点点胭脂，把这边再来补充一点点。啊，这里伸出来一点点哈，伸出来一点点。好，基本上反瓣搭这个架子就这么多，差不多。然后接下来，笔上现在有一点干了，有点干，我们先来蘸一点水吧，不蘸底色，加一点水，或者是你用一个小勺子啊，来加点水进来，加点水进来。
那我们还是一样啊，先补充这个珠标大红，这个时候颜色填的要调的更饱满一些哈，更深一些，调更多一点颜料，大红调多一点哈，然后调曙红，笔尖上调胭脂，这个时候胭脂也要多一点点哈，因为我们要补充正瓣啊，补充这个缺口，补充缺口里面的正瓣哈。好，再来加一点胭脂。好，再来补充一点胭脂，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胭脂。再来一点胭脂。好，再加胭脂哈，把这个缺口里面啊都补上这个最深的颜色。再加胭脂，不用特意的像画工笔画一样补的那么标准。就我看有一些家人们画的特别细致标准，就是每一步像工笔一样的花瓣，其实不用哈。你看我补，我就是很随意的去补，你只要这个有深浅变化在这里就可以了，不用说把它补的这个规规准准的，像这个工笔一样去补啊。好，先把这些缺口里面啊最深的颜色先填上最深的颜色。好，我们再来补充颜色啊，大红、曙红，然后胭脂，然后来补充正瓣，缺口里面补充正瓣啊。补充正瓣的颜色要稍微比这个反瓣的颜色用笔要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颜色调均匀才是你把这朵花画的美、画的好看的这个关键。像我这一笔，我感觉我自己调色都调的有点不均匀，再加点大红，加点曙红，加点胭脂，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一笔哈，这一边花瓣。颜色就有一点不均匀，这个胭脂它有一点成了一条线，就你们不要补成了一条线哈，千万不要补成了一条线。好，再加点大红、曙红，然后胭脂也要这样调一下哈，亲爱的家人们，调一下。好，现在补充正瓣啊，补充所有的这个花瓣里面的正瓣。好，笔尖再来加一点胭脂。先把这些小正瓣先补上啊，外面一层的颜色，待会儿还要有一些不一样哈。来，再来补充一点胭脂，胭脂也要调一下，不要直接去补，胭脂也要调一下。来，再加一点曙红，加一点胭脂。因为这一笔的胭脂又不均匀，又成了一条线，所以我们再来加一笔啊，不要这个胭脂要小心一点点哈。来，再加一点珠标哈，大红，珠标大红、曙红，然后笔尖上蘸这个胭脂。来，笔尖再来补充胭脂。
好，笔尖再来补充胭脂。笔尖再来一点胭脂。好，再来一点胭脂哈，底下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这些地方要小心一点啊，花与花相交集的地方一定要小心，把前面一朵花给蹭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把笔去洗一下啊，把笔去洗一下，等一下再洗啊。我们顺便把这个花心先画上，花心也是这个深色的。好，这一朵花不是画完了哈，我们还要继续。现在把笔洗一下啊，现在把笔洗一下，亲爱的家人们。好，来把底色调一下哈，把底色调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边缘的花瓣要用底色了啊，把底色调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调这个玫瑰红了，亲爱的家人们，把玫瑰红调一层在笔肚里面啊。好，调玫瑰红，然后调这个珠标，调珠标。来调珠标，调大红，调大红。然后我们刚刚蘸到了大红哈，蘸到了大红，然后蘸一点曙红，蘸一点曙红。好，我们开始画这个这个边缘的这个花瓣。哎，蘸一点点胭脂吧，蘸一点点胭脂。好，补充一点大红，一点曙红，一点胭脂。好，再来补充一点大红。
好，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啊，蘸一点这个胭脂。好，笔尖再来蘸一点胭脂哈，蘸一点胭脂。好，这里来加一个花瓣。这个时候到最后你再加花瓣，你不管加在哪里都要慎重啊，慎重。就为什么后面咱们就慢慢的来，慢慢的画，因为你有可能你加错一个地方，有可能你整朵花都显得就是有点就是显得不好看，奇怪。好，再来补充一点大红，一点曙红，补充一点胭脂。还在这里还差一点点花瓣，感觉还差少一点点哈，在这里再来补充一层。好，最后你补充哪一个花瓣都要斟酌啊，就有可能补着补着就补得不好看了。把这个花瓣稍微画长一点点啊。好，基本上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蘸一点，把笔洗一下，蘸一点底色。来，我们蘸一点底色啊，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蘸一点点玫瑰红或者是胭脂都可以。看一下哪个地方还需要去调整啊？就你看着这个外形，啊，哪里有不太好的地方，咱们再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外形啊。好，基本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可以。那我们加上一些花心，来，我们先把这2朵的花心画上，好不好，亲爱的家人们？我量一下啊。15加8， 23。你看我目测的太准了。这个花，这个粉色的23厘米。来，咱们加一下花心哈，加一下花心。就是很多家人们画的很好，花心画的不是很完美，所以说家人们，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直播间也是一样，大家最喜欢做的是什么？最喜欢的是练习花，然后忽略了什么细节？细节是哪一些？就是花心呢，还有这个嫩枝干叶柄。叶子这些，叶子还好啊，叶子大家也都会去勤练，但是大家练的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肯定是花，
我点评作业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大家的花都画的特别好，有一些家人们的花跟叶子，那真的是好像不是一个人画的，真的，就我有这种感受，我觉得好可惜，你知道吗？我会觉得，哎呀，这么好的花，为什么不把叶子练好呢？还有一些一幅作品，整幅作品都很好，就是那个嫩枝干呀、叶柄的线条不好，那就更可惜了。这个，我说怎么不练这个细节呢？我就这样想，所以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细节上的东西，好不好？亲爱的家人们，答应我好吗？就是自己遇到了问题，针对性的多练。哈，花当然很重要啊，花很重要，其他的都很重要啊。来，我们加上一点点这个，加一点点这个什么蕊，雌蕊啊，画一点点雌蕊，用这个3绿。就是我在点评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作品很好？有的时候家人们可能会点评的时候看着，觉得老师为什么这幅作品这么好，你没有给100分呢？因为就是你的作品这么好，但是你的有一些细节上没注意，所以我就想让你练得更好，作品更完美。那有一些作品大家说，诶，他画的好像没有他的没有，假如说没有其他哪个人好，但是为什么老师给了100分呢？作品看整体，有些朋友的花，他画的不是特别惊艳，但是他没有大问题，但是他整体的水平差不多，叶子、枝干、嫩这个叶柄啊、线条这些都还差不多，都还可以。那整体效果它没有问题，那也会给100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有些朋友可能看到别人呀，这个花画这么好，老师没给100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小问题。所以想让大家的小问题变得没问题。哎，感觉这里稍微平了一点点，我们把这里加一点点啊。类似啊，两个花瓣有点类似，把它稍微的变一点点。好，咱们再来加上花心啊，加上花心。来，我们用的这个花心的这个颜色还是之前调好的，这个藤黄，藤黄加太白，我们画5组，1组、2组、3组、4组、5组，咱们平均分配5组啊。这朵稍微有一点侧面的，像这一组我们可以露出一点点啊，露出一点点，不用全部都看得到。好，我们点5组啊，点5组花心，一组一组的，密的地方让它很密，像点这个豆芽一样的啊，豆芽的形状哈，亲爱的家人们，吃个豆芽吗？豆芽长啥样就画啥样啊，都吃过豆芽吧？
然后这一边的这边我们也加上一些花心。这幅作品里面内容挺多的哈，可能会画竹子，也可能会画一些这个玉兰花呀。我们待会儿看这个画面空间啊，那空间不够的话也没办法，有空间够的话可以。好，加上一些花心啊，密的地方要有疏密关系啊。你看这个密的地方这一块，就让它是最多的地方。好，2朵花